对方辩友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呢，忽略了我们的辩论的题目哈，就是这个异地恋已经不是你们所讲的那么坚不可摧的异地恋了，双方之中已经有一方动摇了，才会提出这个建议。你知道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非黑即白绝对的领域了。那现在我们要如何应对？然后我方的应对态度就是接受啊，因为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嘛。就是在双方要做生意之前，已经有一边说：“哎，我们要把这个合约暂缓一下，那你接受不接受？”你说老子不接受，不接受你得接受，因为我就是要暂缓一下，我今天不跟你签，我过2个礼拜再跟你签嘛。所以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个状态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如果不是这个题目的话，你们可以尽管讲你们的那个爱情至高无上的那个1对1的事情，现在不是这个状态了哈。所以这是我觉得今天从头到尾对方辩友没有提到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基础已经不稳了。然后呢，爱情这个东西，今天被双方的辩友讲得很痛苦啊，好像我们都忘记了谈恋爱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啊。我听到愚公移山的时候，我简直要哭了，就是我的妈呀，就是我谈个恋爱，我是为了愚公移山呢、就我翻译过一句英文格言，他说，如果找了一个人，结果没有比原来过得更好，那就回去一个人的状态吧。不要找自己麻烦，谈恋爱不是愚公移山，就是我看到一座山我就2眼发直，说老子把你给移了，就是不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春风拂面，我觉得开心的时候，我希望跟你共享世界的美好，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是在谈恋爱当中成长的，我们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探索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爱情最精彩的事情是常常让我们做出一些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可以那么棒、那么好笑、那么精彩，可是我们同时也没发现我们可以这么可怜、这么卑贱、这么可恶。这就是爱情精彩的部分。爱情不是拿来考验我们完成一个任务，爱情是帮助我们探索一个我们原来没有机会探索的那个自己。所以，当我在异地恋当中，第一个关卡已经形成了。然后第2个关卡来了，我的伴侣跟我提出说：“哎，我们互相对外宣称 available 好不好？”我就知道我们得改换游戏规则，这已经不是我当初以为的山盟海誓1对1的这个状态。那个时候探索自己依然是爱情不可舍弃的乐趣。所以我方讲的就是不要因为一个所谓的恋字绑死了自己，然后呢，你享受不到爱情的快乐。这个就是一个爱情很悲惨的状态，所以我方的建议就是，异地恋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机会，可以接受对方的建议，说我们都是 available 的。大家好，我是明明就乖到爆，可是却来到了这么不乖的节目的奇葩议员蔡康永。是他跟爆了有关是吗？你就说丑到爆就可以了。大家好，我是虽然腮帮子爆了，但是依然还可以咀嚼的高晓松。大家好，我是眼袋爆过了的 MMA，所以我们就是传说当中的马小康。我就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梗到底什么时候能玩腻。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女神张雨绮小姐。非常高兴来到奇葩说，我就是可以赞助马东老师300亿，但是还正在倒时差的奇葩张雨绮。300亿，我拿300亿出来跟你玩，你当我是空气啊？居然去泡一条鱼！哇，真好绕的一个梗啊！啊，一个财经界的人士准备赞助我300亿，但是你已经要吗？不要，我这个人富贵不能淫。你快点广告啊！你富贵，你这个人是富贵，不能淫。太悲惨了。这个今天特别高兴，请来了张歆艺小姐。这个哦，对不起，说错了啊，张歆，你们是商量好的把名字都起成这样吗？
对呀、生活当中有人被人叫错过吗？没有，你是第一个。哦，是，你是第一个这句话会被你剪出来当预告片，观众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但是他说你是这样，我再说一句，剪到那句话前面，我是第一个吗？我是第一个吗？你是第一个。他们准备了一个话题，说让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那种强迫症的场面。你有强迫症吗？我吗？对呀、强迫症，我自己还好，我这个人没有那么多的毛病，幽闭空间恐惧症有吗？也没有。就是比如坐动车不能坐第一排，因为动车第一排是这样的。哦，没有。对我都有私人飞机。好家伙！咱们还是聊咱们自己。所以富贵不能。我先确定一下，你没有私人飞机吧？我那咱们好好聊。那飞可以去掉。哎呦喂！你这个，你有恐惧症吗？强迫症。都这岁数了，还有强迫症，这怎么？康永哥有强迫症吗？小时候有，小朋友有啊，强迫症。小时候每天打开作业本，得先用手指头捏过作业本的4个角，捏完了才开始写作业。哦，就觉得它很不平整，就是要动，然后开始写。以我们对你的启发，你生活当中难道一点强迫症都没有吗？我可能比较受不了屋子里面比较乱吧，就会一定要整理干净，还受不了你领带歪了。又歪。我的强迫症主要是密集恐惧症。就是你要一个盘子白盘子上面一堆芝麻，一点一点我就疯了啊。然后还有就是你头皮屑我受不了要问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每看到别人有头皮屑的时候，我就想送他一瓶海飞丝。不是不要赞助吗？不是，我真的不是给自己要赞助，我是想给所有看《奇葩说》的人要赞助。海飞丝谁在啊？凯文、喜力，海飞丝能不能给《奇葩说》观众一点实惠的东西啊？好比说，看《奇葩说》的人每人送一瓶海飞丝，你觉得怎么样？过来了，我算一下，你不用算，我说的不是现场观众，我说的是所有拿手机、iPad 在电脑前看《奇葩说》的，都送一瓶海飞丝。那不如这样好了吧？既然马老师都开口了，跟着这个节目播出的那一集的时间，我们就送给全国所有看《奇葩说》的观众朋友们，一人一瓶去屑奇葩水领导品牌海飞丝。只要看的都送是吗？只要看的都送。海飞丝这么有钱，下一季得涨价呀！他是不是知道我们这一期播出前他要换工作了？我怀疑他会拿这件事去威胁海飞丝老板。好，那我们密切关注海飞丝送给所有奇葩说观众的产品。谢谢海飞丝，谢谢。好，我们节目准备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提醒大家，虽然海飞丝很大方，但是他们出钱更多的、更大方的是我们的冠名赞助商，穿一用有范儿，争取不犯二的时尚购物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谢谢有范儿。
你讲话真的越来越粗鲁，比他们出钱更多这种话都。而仅次于出钱的数额仅次于有号的戏，是国际扛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现在可以说你是真的富贵，富贵不能不能也，确实富贵了。忘记跟你说，这是一个严肃的辩论。来，我们看本期辩题。俗话有云，毕业即分手，罪魁祸首就是异地。你回到你的家乡，我去了我梦想中的城市，从此天各一方，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柏拉图恋爱大多敌不过空虚、寂寞、冷。这个时候，你的伴侣提出，我们一起对外 available 吧。available 可以被追求的，这可不是劈腿，是大家可以不拒绝外界的示好。双方都可以自由约会，点心无罪，遇到更好的就大方分手，在感情上给彼此更多的选择权，你能接受吗？我不接受，我们两个要对外表示可以被追求，应该是可以的。我觉得我应该接受不了，那干脆不要谈了呗。我不能接受这个，不接受。不接受。可以接受。我觉得没有意义啊，就是骗人没有意义。我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异地恋，伴侣建议彼此向外表示 available， 你接受吗？所以题目出来了，康永哥，异性恋你接受吗？哦，不是啊，如果异性恋只好对外宣称是 available。异地恋，伴侣建议彼此向外表示自己外来宝，你接受吗？首先，雨琦女神，你接受异地恋吗？我觉得可以，对。但是如果伴侣向你建议说咱们表示外来宝，你接受吗？是不是立场？扇他一个耳光走人。哦哟，哦哟，为什么呢？我错了，你是第一个吗？这不就是人间所称的渣吗？行了，那不辩了，我们赢了。是这样吗？对呀，康永哥，这不就是人间所说的渣吗？我们这队就是渣呀！我们不但是肉松队，我们还肉渣队。好，正方选择的是接受，禽兽，不如对，反方选择的是不接受。500，到底谁对谁错？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来选择，你能接受还是不接受？请按键，5、4啊，哦哟，3，哇，1。到底我们这一场要派谁上？目标我们现在是要把这2场都吃下来。对，必须的。他们那边就新奇葩就只剩2个人了，我们这边新奇葩我刚考。我觉得现在的你们这3个这样上就挺好，舞台效应的，我们有他在。如果你们2个再上的话，我对舞台上现场论点的这个战斗力，我完全有信心。现在意思就是你和那个秋晨是上的，就剩我跟黄豪平了。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很不度俗。我建议让黄豪平上。不是，你说的很对，可这句话不该由你说，应该我说就算了。我就怕你非要我去。潇潇比较可能会是这一场，我觉得潇潇很可能会上。对，有可能。潇潇许给你了啊！陈明是宇宙中心呼唤爱，潇潇就是爱的天使啊！陈明一呼唤，潇潇就来了。我不是爱的天使，我是欲望的魔鬼。感谢喝了就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废话就像头皮屑，消灭就用海飞丝和快到让你飞起来的 vivo 手机的大力支持。所以只有16个人表示接受，有84个人选择了完全不接受。来，6位请准备题板，3、2、1，亮。所以李林对黄豪平，陈明对潇潇，然后是马薇薇对秋晨。上2届奇葩之王、奇葩 King 之争来了。好，是正方先开始，黄豪平，加油！加油！各位刚才看到这么悬殊的票数，可以知道大家一定是被 available 这件事情给吓到了。我跟各位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 available 呢？
就是我完全拒绝外界对我的释出任何好感、喜欢、约会也好、邀请也好、送礼也好，我全部都不想要。但是我宣布 available 呢，其实很简单，就只不过是打开自己寻觅的雷达，哔哔哔哔哔去找。你可以去看看这世界上可能还有一些蛮美好的人事物去寻觅而已。至于后面要不要跟他有下一步，那是后话，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部分。但是各位。今天呢，你们可能会想说，为什么我们要宣布 available 呢？等待是传统的美德啊！各位，传统这件事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呢？古代的异地恋成因是来自于客观因素，就像是天灾啊、战争什么的，父权啊，或者是国家的命令啊，要你去别的地方，让你不得已跟情人分开。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是不情愿的。可是现代的异地恋是什么样的状况呢？现代的异地恋。原因不外乎就是我要去留学了，我要去上班了，或者我亲人住在某个地方。其实有些东西你是可以选择的，没有人拿枪逼着我们说你去国外留学，你去国外上班，没有。所以说这些东西是你选择，事业比爱情更重要，亲情比爱情更重要，那么对方也应该要有相等的权利，这才怎样公平。如果说你今天做出了这样子一个自由选择，你认为我应该有权利去寻觅其他更美好的人事物，你就不应该用承诺把你的伴侣绑死。各位，这个是很可怕的枷锁。我跟各位说一下，我不会讲那什么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的那种故事，现场有人比他更凄惨。我讲谁呢？大王苦守康熙，快到他节目停掉了。他被骗了这么久，你以为他笨吗？你答对了。可是队友，如果说康永哥当初他对他讲这样的话，大王，我觉得说呢，我觉得你为了康熙来了，你应该要维持忠贞不二，你不能去别的综艺节目，你什么节目都不要上，就等着，就 stand by， 我们总有一天会邀请你来主持的。我告诉各位，如果说康永哥当初真的做出这样子的宣誓，拜托大王这样做，大王可能就不可能像奇葩说，我们在这地方看不到他。那现在我们看到大王，就是因为他 available 的状态下，打开寻觅的雷达，他到处去上综艺节目，他在综艺节目已经闯到20-30，大家看不出来而已。在这样的状况下，各位，他带着一生的智慧跟经验来到奇葩说舞台上，再次遇见了康永哥。我告诉各位，这是最动人的一刻。如果说爱情里面，我们有时候就是在等待那一刻，当我过尽千帆，我回头一望，在那片辽阔的海洋上面，仍然有那么一叶扁舟，载浮载沉为你蠢动。就是说，今天因为他 available， 他寻觅了，他发现世界上有美好的人事物，但他回来之后，他仍然看见康永哥很棒，他有选择的权利，对他来讲，这是公平的。所以各位，如果今天谈异地恋，麻烦请拿出你们可以去谈 available 的权利，互相给彼此一个精神上的自由。谢谢。好，谢谢豪平，豪平获得了14票啊！谢谢现场这14位善心人士的。其实论点还不错，就是就是夹七夹八的。您用2句话帮他总结一下，好吧？就是其实多看点世面，然后最后真的爱还是会存在。但如果不真的爱了，反正就有别的选择嘛。对，2句话就讲完了，讲那么多。好，对面是李林。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豪平刚才的话，你做了一个错误的类比嘛？拜托，今天我们谈的是异地恋，不是异地找工作。小宝贝，你在做什么呢？不是啊，我们想一下啊，刚才豪平已经帮我把话说了。中国古人异地恋呀，妈的妈，我的姥姥要了亲命了呀，比猴都费劲呐。现在手机、微信、电话、电报、传真，各种方法都有啊。古代飞鸽传书啊，走，那边苍狼嘿寡顿了，你这辈子你都联系不上了，还得说哟，你看这有张纸，我也不认识，擦嘴巴，多恐怖的一件事儿啊！啊，异地恋。按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已经见不着面了，干脆我宣称 available 嘛，我单身哟，快来哟，这成吗？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苏三呀，
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啊，碰到她心爱的男子王金龙啊，最后去赶考了，异地恋了吧？苏三有说这样的话吗？金龙啊，你赶考去吧，你在前方考状元，我在后头凑盘缠呢。不够啊，我给你记呀。说这样的话了吗？没有。他甚至摊上了人命案，他都不再接客。他说：“我要等我的郎君回来呀。”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我们没有 available 啊。我们再说说薛礼征东的薛平贵对不起，是薛仁贵啊。柳银寒苦守寒窑1世8载，走的时候已经怀了薛丁山了。你宣布 available 嘛，对不对？你去找你的公主，你去找你的番邦人士，我跟隔壁老王，我们俩聊一聊，过着快乐的生活。反正以后18年回来，儿子还是你的嘛，还是你的爹嘛。到时候咱们好的话，咱们可以再在一起，因为我们宣称 available 了嘛。什么逻辑啊？貌似听起来好像不太像恋爱吧？像是搭伙做买卖吧，还是那种非法的勾当吧？换成现在的语境，你是我备胎，我是你备胎，咱俩在一块儿继续找备胎。你是米其林轮胎的代言人吗？我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轮胎。你有病啊！爱呀，就是你心里有个我，我心里有个你，针扎不进，水泼不进啊！念着你，想着你，惦着你，恋着你啊！想想古人的诗怎么写的：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念君不见君，共饮自来水，不是共饮此江水啊！想一想，3杯2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啊！我不想宣传什么民族主义，我也不想世界中心呼唤什么爱，我只想跟各位说一句话：祖宗留下的玩意儿，咱还得传下去。咱中国爷们儿，咱中国女人，什么都可以不要，咱尼玛得要脸吧，对不对？所以说，弄死渣男们，谢谢。李林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把奇葩说当庙会办的。我刚才一直以为在曲艺杂谈。请看，屈原杂谈，屈原杂谈。好，来，我们全场观众给他们2个的评判，红蓝键做一个选择，3、2、1。所以正方获得2票，黄浩平正珠。然后是正方2辩。加油！其实刚才啊，听李林一大老爷们说了那么多，搞得我一个禽兽都差点相信爱情了。我就不禁要问，既然你爱得如此深如此真，为什么要异地呢？那就说明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是把它放在你的爱情前面的呀。你没有把我放在第1位啊。然后他最可怕的一点，他说我们中国的传统女性必须忠贞，如果你 available 了，你就是个货儿。但是我不禁要问，那我凭什么要等那个我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的男人？谁给我立牌坊啊？我。所以，我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辩题刚拿到手的时候，我也对自己做了一个道德审判，但是我发现我好像没有什么道德。我之前我们节目的第1期单身是狗还是贵族，我选的是贵族，那一集如今选的是狗，我输了。我深刻的认识到我错了，单身就是狗。但是今天拿到这个辩题，听完李林刚才的发言，我突然觉得，原来我们单身狗不是最可怜的。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比我们更低等的生物，那就是正在异地恋的人。你们知道他们比我们可怜在什么地方吗？我们单身狗吧，饿了之后，我们还可以出去转悠转悠，找2根肉骨头。他们异地恋的人要保持精神和肉体的绝对纯洁和忠贞，饿了的时候只能啃啃自己的手指头。我太心疼他们了。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
有没有看偶像剧？我发现我们这个舞台上特别喜欢拿电影举例，我觉得特别的不接地气。我就喜欢看偶像剧。偶像剧里面，女一的经典台词是什么？我爱你，我希望我可以跟你一辈子在一起。而男一的经典台词是什么？我爱你，等我。你们知道为什么偶像剧的男一一定要长得非常的帅吗？就是因为他们那张脸是有欺骗性的，他们就这样对你说一些变态的情话，你察觉不到，你就觉得他说等我，你就说好啊好啊。但是你们试想一下，如果我爱你等我这句话换成马老师来说，他刚说完，你立刻就可以察觉到他包藏的祸心。等我。所以今天我其实讨论这个辩题哦，我承认我的生活圈子不是特别单纯，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我身边的朋友还是很接地气的，因为在我身边每一个人都过得非常的 available， 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就算不是异地恋，只要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不在身边，他们都不会告诉别人上来自我介绍，你好，我是潇潇，我有对象了。这不是一个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基本礼貌，你懂吗？所以说我经常给我的朋友当白手套，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她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来查岗，男的就说我跟潇潇在一起呢，女的就说我跟潇潇在一起呢，特别伤人。好像跟我在一起特别安全一样，每次我还要跟着他们一起视频 FaceTime 什么的，完了之后放下手机，乌压压全是人。所以 available 就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状态呀。然后我又在想，很多女生过不去，说中国女性我们要忠贞，但是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女生朋友们 ，available 其实是对女生的一种关怀。很多时候，女生在抱怨我生病了，你只知道给我说多喝点热水。但是如果现在身边有一个男生，在你想聊天的时候，给你送上一罐雅哈咖啡陪你聊天；他肚子饿的时候，给你送上一罐古力多燕麦牛奶，喝完之后继续陪你聊会儿天儿。你如果按照李玲那个标准，女生要完全拒绝所有这样子的诱惑。就是相当于你知道吗？一个正值妙龄的花季少女，渴望被人疼，渴望被人爱。这个时候李玲说：“我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请你自立自强。”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们今天说这个 available 的好处是什么？第一，就是它可以考验爱情。我们今天如果我在外面见惯了莺莺燕燕，你也在外面逛过了花花世界，这个时候到头来我们发现，我们眼中依然只有彼此，这样的爱情不是更经得起考验吗？世界上只有一种爱情比这样的爱情更经得起考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什么？就是我们异地恋了。你 available， 我 available， 我们都告诉世界我们是可以被追求的，但是没有人追求我们。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两个人王八看绿豆，只有我们俩瞎了眼，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拥有彼此。这都不是真爱，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爱啊！所以最后我要告诉大家，在我心里，最美的承诺，不是我爱你，你等我。我爱你后面绝对不应该接你等我。我爱你，你就是要跟我在一起。在我心中最美的承诺，是我爱你。虽然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但如果你遇见了比我更好的人，我祝福你。但请你给我一个好一点的情敌。哇！好优秀啊！怎么这么优秀？你们第一天认识我啊？
人没有这么好过。你是第一次听到潇潇这么说话吗？是第一次。是第一次。对，啊他上次基本没说话，太压抑你了，净白眼来着，净白眼。我还第一次给对手鼓掌，真的好棒，真的他改变了我的观点。看看啊，正方76票，有58个人被潇潇掰弯。哦，掰弯，好，好棒。好有才。好，来吧，太厉害世界中心现在就缺爱了。爱来了，爱来了，谢谢大家。潇潇刚才非常优秀，因为几乎都差点说服我，包括黄浩平说的内容，你们所说的异地恋当中的痛苦，狗都不如的那种状态，我方完全都懂。而且你要去解苦解渴的那些过程，我也都完全都赞同。就你在之前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我方不是说爱一个人叫山盟海誓、此生不渝，先分就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考量。你会知道这换一个视角啊，这整个你刚才所描述的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色彩。我们分享一点现实的生活，我们看一下一个异地恋然后宣称 available 的人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大一的时候学的法语，所以我们有一大部分的同学会到法国去深造或留学。我接触过他们非常真实的生活。有一个男生是我的室友，然后他的女朋友去了法国，他留在中国。他们俩平时生活中非常腻歪，就粘人。他们俩心里也很清楚的知道，一旦离开了彼此，没有那种你所描述的温暖，可能很难持续。所以两个人有一种默契，就是我们如果有打开新的幸福的大门，开启新的雷达，看到新的也不要拒绝就好。他们并也这么做了，而且双方都这么做。这个男孩其实长得挺帅，他长得有点像建彪学长。就很这位男生留在国内之后，有一个女孩真的非常痴迷他，就开始追他。当时就问他说：“哎，师兄，那你有女朋友吗？”这男孩就要回答，他说：“我算有吧。”其实这个男孩很善良，他不坏，他没有骗他。师妹说：“算有是什么意思？师兄，这几个意思？”他说：“就是我女朋友在国外，但是我们双方有这种默契，因为确实离得太远，我们都 OK 了。”那男孩其实也挺喜欢这个女孩，所以他们接下来的事情跟所有情侣都差不多啊，看电影啊或者吃饭呢，这回都会有。一直到第二年的2月14号，牛排、红酒、灯光非常美，然后女生也很开心、很幸福，就拍照，拍了一张自拍，准备发朋友圈，你知道吗？然后男孩就说：“你就不要发吧。”女生说：“怎么了？”他说：“难道你女朋友不知道吗？”他说：“他大概知道，但也没有说的这么细。我不忍心看到他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的样子。”那女生当时打好了，今夜真的很幸福，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又全删掉。然后女生说：“我知道你算有女朋友，那我算什么呢？我算什么呢？这个站在第三方视角的这个追求者，你怎么定义他？他是恋人吗？他不是。他是炮友吗？也不是。这是有感情的，就像你们说，这是有温度的。他算什么呢？他很尴尬。我们每个人5个手指，小拇指戴上戒指意味着独身主义，我单身且享受单身的状态。无名指婚戒。大拇指权力和财富是扳指，中指戴着戒指是恋爱中，恋爱中我是有伴侣的。食指戴着戒指的意思是我单身且 available。你们那方的戒指是戴哪里的？应该戴哪里呢？夹着吗？我有对象，但是我 available。夹着，戴俩不行吗？为什么生活中会有这样的尴尬在？说实话，恋人这个身份是一个社会身份。它是意味着整个社会对你的判断。那个女孩其实也很喜欢这个男孩，他们日子也过得很幸福。但你知道，在整个朋友圈里，大家聊天是怎么称呼这个女孩吗？很善良、很阳光的一个女孩，大家会说：“哦，那个挖墙角的，那个挖墙角的呀。”你们如果真的想对她好，请不要把她推到那个挖墙角的这个名号的那个墙角里，无路可退、无处可逃，好吗？你觉得不爱，你就认认真真的断干净。跟他说清楚，异地恋我们可能扛不过去，那算了，然后各自拥抱幸福，有什么问题呢？你们堂堂正正、光光明明的迎接的爱情有那么难吗？没有啊。同样一个寝室的，几乎是一模一样一段开头的故事，是我寝室的另外一个室友，这太真实，太戏剧了。女孩去了法国，他留在中国，两个人啪在离开了大概不到1个月就真的分手了，但是分了手依然是朋友。深夜的时候觉得孤单的时候可以发短信。他可以给予他温暖，给予他鼓励，然后这个男孩有了自己的女朋友，很幸福。女孩也找了一个法国人做男朋友，也很幸福。
15年就是去年，他们重新走到了一起。去年的10月2号，他们在法国的一个城堡里结婚了。那才是你说千帆过尽最感动的时刻。他们各自拥有了爱情，享受了青春，然后吃过了天下的菜，才知道哪一道菜是最好吃的菜。所以我们今天倡导的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如果爱，请深爱；如果不爱 ，say 拜拜。没有那么难，不要拖泥带水。异地恋都会遇到情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如果藕断丝连，将来只能怀缅。不如让自己的爱情轻盈的飞翔，才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不要那么累，谢谢大家。非常好。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在两个人相爱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尴尬。是。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要异地恋，我们既然想要 available， 我们现在就分手，这个时候不尴尬吗？这时候不尴尬。为什么？很多话说在前面就不尴尬，最尴尬的就是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所以你现在说的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故事，这个男生这边跟他的女朋友异地恋，这边还跟这个女生在一起，对吧？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给我们设了一个陷阱？陷阱在哪里？这有陷阱。我们说的可以值得被追求，并不是鼓励大家一脚踏几船。不。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你合适的人，你想要交往的人，你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左欺右瞒，而是告诉你异地恋的女朋友说：“不好意思，我在这边遇到了一个人，我要跟你分手，然后把这个女生的事情处理好，对吗？”我补充一个小的事件细节，其实你知道吗？当一个爱情双方宣称 available 的时候，彼此都在把对方往远的方向推，你知道吗？其实双方心里都知道这段感情我没有安全感，我也可以 available， 你也可以 available， 这件事儿就不是在把这段爱情往更幸福的方向走。这个男孩后来没有跟这个女生在一起，跟前女友也分手了。两头空就是 available 的结果。对，所以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发现是这个男生的问题，并不是我们选择做这件事情的问题，是处理手段的不同。你说如果这个男生当时先分手，情况就会更好，是这个意思吧？当然不是，还是不分手要继续谈是吗？分不分？你说是跟他现在的女朋友对，他如果在跟这个女生他国外的这个女生确定关系之前，他应该先把异地恋的女朋友的事情处理干净。非常好。对啊。所以你方的观点是，一段异地恋之中是不能宣称自己 available 的，必须要终止一段异地恋才能宣称 available。劈腿和 available 不一样。劈腿和 available 不一样。非常感谢，非常感谢。available 的意思是我是可以被追求的，而不是 right now 我要追求你。不是。谢谢。当一个人决定自己可以被追求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前情先斩断，轻盈的拥抱一个爱情，是不是更好的选择？谢谢。这是辩论，其实两个都守住了各自双方的立场，但是两个人都在用对方的短板进行攻击。我们先让观众来投票，来，针对潇潇和陈明，请投票，红蓝键，3、2、1。我去哇！潇潇前面24票获胜，潇潇前面领先的那个确实是巨大，陈明已经尽可能的去剥削他了，但是还是没有消透啊，这个。从领先58票弄回到24票，已经相当很不容易了，相当不错。我们看第三对，好吧？第三对。对累啊。那今天我们讨论其实真的是个蛮复杂的问题。陈明一直在逼问我们，他讲了一个特别复杂的故事，然后里面有很多难过的人，然后他逼问我们说：“你一讲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让里面每一个人都不难过？”我坦诚的告诉你，没有。异地恋一旦发生，情况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available 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啊。大家摸着良心说一句老实话，你们在生命中本质上面是不是本来就是 available 的？幸福在那里，你就是要去追的时候，有谁拦得住你们？你们自己都拦不住你们。我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好了。你和你的伴侣要展开全世界最伟大的一段异地恋了，那就是阴阳分隔。你的伴侣他就要死了，接下来他住在阴间，你住在阳间，你们之间沟通的唯一方式就是你给他烧纸，他给你托梦。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再相聚，取决于你什么时候会想死。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就要咽下最后一口气了。他拉着你的手说：“亲爱的，我有一个建议，我建议啊，我走了之后，
如果你实在遇到了很好的人，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时候，不管你表面上是露着多么悲痛、伤感、不舍的表情，跟他说：“亲爱的，你千万不要这么讲。”你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对自己说：“哼，用你讲啊。”各位 ，available 就是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嘛。与其说它是一种自然状态，不如说它就是一种天然的权利。不管你表不表示、宣不宣称，它就在那里。为什么没有一个戒指去表示你是这种状态？因为你一直都是这种状态。我不忍心要追问一句，他是怎么死的？被你气死。这是他第一次死吗？我也想这样说，为什么被他气死？好了，所以这种自然的状态有什么好接受不接受的呢？真正应该去请对方接受的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两个一起宣布，正式的宣布，我们再也不对外 available。这是个什么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求婚。每一个结婚人的无名指上戴的那个戒指，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告诉世界，从此以后我的心有所归属，唯一的归属不再 available。只有这个状态才是值得正式对外宣称的。而且你想想，如果我们每一段感情自然而然的就必须是不离不弃的话，我们结婚的时候为什么还要重新发一遍誓呢？如果默认的状态就应该是不 available 的话，那我们为了对方隐忍克制，它的神圣性又从哪里来呢？所以说 available 就是这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当然也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伤害，包括陈明所举出的这种搞不干净的一种状态。可是你想想，任何一种权利有没有被滥用的情况？一定都有的。你说我有自由发言的权利，我可以诽谤他人；我有隐私权，我可以躲在家里面我搞一些破烂的小玩意儿，对不对？我有集会权，我就可以群殴。任何权利其实都有可能被滥用。如果因为可能被滥用，我们就剥夺这种权利，不要这种权利的话，我们就会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呢？我非常理解大家在异地恋中对不确定性的这种恐惧，可是我只想说，我们能不能不要用剥夺权利、剥夺自由的方法来为你的爱情维稳？因为真的好的爱情是什么？好的爱情里边，承诺是幸福的工具，我们不能够让承诺凌驾于幸福之上。真的好的爱情，不是你低头只看到枷锁，抬头的时候只能够眼中和彼此对视。好的爱情是你们彼此都可以看向远方，可是当你偶尔回头的时候，发现正好对方就在你的身旁。谢谢。棒棒的。我觉得对面的3位非常棒。我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有人把骑驴找马、朝三暮四说得如此动人，吓死我了！你们说啊，其实你打了很多错误的类比。首先，你们上来就给我一个阴阳生死恋，这跟异地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他们永远不见呐！异地恋是什么？是我们暂时异地，不是一辈子异地。对，很多人出去求学，他要不是冲向外太空进入了黑洞，他会回来的。这多大点事儿啊！所以你说有亡夫了，我应不应该在家？我当然了。可是周轩逸每周回去2回上课，我在录节目。我录节目的时候就说了，我们俩异地恋这2天我是 available 的。你觉得这事儿科学吗？不大科学吧。好，你们紧接着又说，人自然而然本身就是一个 available 的状态，自然而然的状态就一定被接受吗？可以承认它存在，对不对？但是你不能说自然而然的状态我们就必须接受吧，不然你男朋友出个轨回来跟你说，我觉得你应该接受，因为这是我们人类自然而然的状态。哎呀，控制不住，自然而然的就给了你一巴掌。所以对方的论点其实是不大成立的。潇潇的论点很有意思，他说你异地恋比单身狗还惨，我们是异地狗啊！你看呐，我遇到什么困难，身边也没人来帮我。潇潇，你活的是多没朋友啊！我朋友这不都在谈恋爱呢吗？那你晚上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不也一样给你聊天啊？讨厌。
所以你们发现没有，不是说你的男女朋友去了异地，你的整个世界就去了另一个平行宇宙啊。你需要有人聊天的时候，你是没朋友吗？你真的生了重病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朋友能来你家送水吗？所以你发现没有，并不是那么可怕的。而且如果你接受不了异地恋的可怕，你们根本就接受不了单身嘛。你们号召的理论是什么？人永远不应该一个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接受空窗期，因为一空窗你就会死啊。异地恋被你说的跟坐牢似的。好，如果你认为异地是一种障碍，需要你们去通过宣称 available 获得其他的补充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你只要谈一场恋爱，你都会需要补充，因为任何恋情中都不会没有障碍。异地之远，远不过门第之远吧。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要么是门第太高与太低的远，要么是生死之仇的远。按照你们的逻辑，梁山伯跟祝英台应该是这样发展的：祝英台应该跟梁山伯说，咱俩现在离得比较远，但你相信哥们儿内心肯定是爱你的，咱俩同学那么多年嘛，你信我为人，我先嫁给马文才，对吧？回头把丫骗光，然后咱俩再在一起啊，给我们一些爱情的信心。这出戏叫仙人跳。刚才你们都说的耻笑忠贞，耻笑传统，传统不一定都是好的，不断的在有传统被颠覆，这点我承认。可是是不是只要提到传统，我们就是必须反抗的呢？没有吧？爱情的本质是什么？爱情的本质还真的不是陪伴，不是聊天，爱情的本质是解决我们的不安全感。你总觉得什么东西会离开你，你的父母有一天会离开你的，你的朋友分分合合，来来去去，他不能随时随地的陪伴你。没有一个东西活的是属于你的，除非养条狗。你特别需要一个生灵是永远属于你，并且只属于你的，这就是爱情的本质。所以为了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那个不安全感，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各位，我们能做的就是要牺牲掉一些东西，去克服我们人生中距离的障碍、门第的障碍、长相的障碍、智力的障碍，一切的障碍我就选定你了。当然有一天我会不爱你，那可以分手，我会干脆利落的跟你分手。可是我不会踏着你这只船，还寻摸着别人船上的人。太鬼祟，太鸡贼，这样的人生不痛快。所以我建议各位，如果异地对你来说是一个绝对不可以克服的障碍，分手痛快点。如果是一个可以忍一忍的障碍，爱情就像障碍赛，我们就是传说中的愚公，搬完一座山还有一座山，搬完一座山还有一座山，很痛很累，可这是爱情的另外一面。好，我问一个问题哈，这你刚才说骑驴找马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嘛，对吧？对啊。那万一我没有再骑着那匹驴呢？这就是分手了。不对啊，那匹驴在800米外啊。那匹驴没事就给你发微信给你查岗呢。800公里以外呢？你那匹驴现在就在现场。干嘛这你这个，我们家是驴，我们家驴在门外。哎，会不会在你们俩吵架的时候，他们俩走了？小心啊，不要为了一场奇袭，咱俩回去跪着。薇薇姐会跪着。会。好，你刚才举了很多的例子，都是那种最神圣的爱情故事，最美好的爱情故事。可是如果用那个做范例的话，不要说异地恋是异地恋里面说 available 是不可接受，分手都不可接受吧？不是，可以分手，可以分手。你说分手可以，那个可以。其实就是接受，我们对接受的要求不高，我们不倡导，我们只是想说，如果你做了，我们不谴责，
秋晨，这是一个先后问题，分手可以，可是我们认为应该先分手，再敞开眼光，去到世界中寻觅，给世界机会，而不是一边拖着别人的手，一边望着别人的脸，这才是对对方最大的禁锢。好。在你们眼中 available 是一个刻意宣传的状态，可是在我们眼中这种自然状态，你知道根本不用宣称。如果不用宣称的话，可不可以呢？如果别人问你了呢？如果有人就是向你示好了呢？我们都很敏感，朋友之间的示好和恋人之间的示好，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交给每一个人自己去决断？不，如果所有问题不一样都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都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解决的话，这个世界上不会有辩论。所以原则上面来讲 ，available 权利赋予大家，你们爱咋地咋地，不能因为可以滥用你就拉倒。不，我没有说要滥用。就人很简单，这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我们跟一个人熟了之后，难免会问一下对方有没有伴侣，难免会问到的。有就有，没有没有啊，没关系啊。所以available没关系啊。不，那人家向你反复示好的时候，就相当之有关系，不然咱俩不会秀恩爱。我们会到这儿吧。好，及时打断啊！来，我们来请观众红蓝键来就他们两个人的表现投票。3、2、1。马薇薇胜出9票。我总结一下刚才场上发生了什么，就是现场的观众，你们的感受会是突然这样，突然这样，他说的有道理啊，所以我摁了他；他说的有道理啊，我摁了他。那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辩手，他们做的工作叫什么？叫煽动。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上会或多或少的遇到各种各样的煽动。我们经常会被人问到说，奇葩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奇葩说唯一的目的就是跟观众一起学习反煽动。我们在任何一个话题上都能看到不同的面，保持定力，看看谁能反煽动啊！我们现在请双方的2排议员来开始说话。这个史航老师，然后我其实这个感情的经验不如前排选手比较多啊。我学如经讲一个关于吃的故事。中国古代有个大人物叫王安石，他吃饭有个特征，这个故事很有名。他总在家面前这一盘菜，于是呢，王安石的夫人老想了解你是喜欢这盘菜，还只是喜欢面前的菜啊。于是他做了一个小实验，下一次吃饭的时候，把这盘菜端到远一点的地方，看看怎么样。结果发现了，因为他在看书，他还是只吃这盘菜，那就了解了王安石什么样的人。那么这个实验呢，是饮食的实验，大家可以借助为男女感情。就有时候我们不是异地恋，我们就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是因为方便而相爱，还是因为相爱而相爱？不太知道。有时异地恋不仅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责罚拨弄，可能还是一个考验成全，就是把这盘菜端到远一点地方看，你是就近就在这城市再发展一个恋情，还是牵挂远方的人？但这个实验过程中间，对方说先分手不好吗？那很简单，这盘菜先把它倒到地上，因为我可能关心别的菜，我到远方吃不对味儿，还是这个好。对不起，我蹲下来，我得捡菜直接倒在地上。我们不忍分手，是不是？可能这盘菜是我深爱，但我是凡夫俗子，不是文明，不是梁山伯，我不知道。所以请允许我留着这盘菜到那儿吃，只要知道好吃，回去我马上通知这盘菜，你要不要进冰箱里去？但我不想回来到桌子下面找这盘菜，说对不起，我瞎，我眼瘸嘴瘸，我现在才明白。所以给我一点实验的时间，这样对大家都好。你们让先分手，我不想那样去捡菜，谢谢。好。我回答一下史航老师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代表性。史航老师刚才说吃菜例子特别好，用一句中国老话讲，就叫吃在碗里着，看着锅里的。吃着这盘菜，想着那盘菜。史航老师，我告诉您，谈恋爱这事儿像西餐，一个人只点面前这一盘，但你只有面前这盘牛排，你把你的刀叉往人家盘子里伸，第一不礼貌，第二还怕脏呢。好好把自己点的这盘牛排吃完，好吃下次来接着点，不好吃下次我就不点了，这才是正道。这事儿眼睛啊，不要老盯着人家盘子里的菜。谢谢。敏锐，
就这样吧，康永哥先开始，然后最后你结辩。哦，好。对方辩友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呢，忽略了我们的辩论的题目哈，就是这个异地恋已经不是你们所讲的那么坚不可摧的异地恋了。双方之中已经有一方动摇了，才会提出这个建议。你知道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非黑即白、绝对的领域了。那现在我们要如何应对？然后我方的应对态度就是接受啊，因为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嘛。就是在双方要做生意之前，已经有一边说：“哎，我们要把这个合约暂缓一下。”那你接受不接受？你说老子不接受，不接受你也得接受，因为我就是要暂缓一下。我今天不跟你签，我过2个礼拜再跟你签嘛。所以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个状态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如果不是这个题目的话，你们可以尽管讲你们的那个爱情至高无上的那个1对1的事情，现在不是这个状态了哈。所以这是我觉得今天从头到尾对方辩友没有提到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基础已经不稳了。然后呢，爱情这个东西，今天被双方的辩友讲得很痛苦啊，好像我们都忘记了谈恋爱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啊！我听到愚公移山的时候，我简直要哭了，就是我的妈呀！就是我谈个恋爱，我是为了愚公移山呢、就我翻译过一句英文格言，他说，如果找了一个人，结果没有比原来过得更好，那就回去一个人的状态吧。不要找自己麻烦，谈恋爱不是愚公移山，就是我看到一座山我就2眼发直，说老子把那个移了，就是不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春风拂面，我觉得开心的时候，我希望跟你共享世界的美好，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是在谈恋爱当中成长的，我们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探索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爱情最精彩的事情是常常让我们做出一些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可以那么棒、那么好笑、那么精彩，可是我们同时也没发现我们可以这么可怜、这么卑贱、这么可恶。这就是爱情精彩的部分。爱情不是拿来考验我们完成一个任务，爱情是帮助我们探索一个我们原来没有机会探索的那个自己。所以当我在异地恋当中，第一个关卡已经形成了，然后第2个关卡来了，我的伴侣跟我提出说，哎，我们互相对外宣称 available 好不好？我就知道我们得改换游戏规则，这已经不是我当初以为的山盟海誓1对1的这个状态。那个时候探索自己依然是爱情不可舍弃的乐趣。所以我方讲的就是不要因为一个所谓的恋字绑死了自己，然后呢你享受不到爱情的快乐，这个就是一个爱情很悲惨的状态。所以我方的建议就是异地恋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机会，可以接受对方的建议，说我们都是 available 的。我来说一下我的想法。我当然没觉得爱情什么必须要忠贞，什么就我们那老道，他是道家的啊，他都能穿墙出门，所以这个爱情自然也是很忠贞的。我是觉得人生有2件珍贵的东西，就是爱和自由。只有一种情况下我放弃自由，就是那个爱是100分的，因为他俩加起来是100分。当然，如果那个爱是60分，那我有40分自由，对吧？这个你不能剥夺。这个说得好，这是人生最珍贵的2样东西。但是这2个人并不同步，这2个人不能规定说，哦，咱俩现在都是60分爱，40分自由。因为我其实对你还有80分的爱，也许我对你有100分的爱，我愿意放弃所有的自由，而你对我只有50分的爱，那你可以有那50的自由啊。对。没问题啊，你提出来是什么意思呢？你提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决定咱俩这爱和自由是百分比是多少，你不能决定我。所以任何时候提出这句话的人都要和他分手。所以我们讨论的问题不是说要不要 available 的问题，这个爱只要没有100分，剩出来的就是我的自由，这是每一个人的属于自己的人生和权利。所以最终就是我同意你们说的每句话，只是我不同意对方提出来说咱俩各自 available 吧，这就对我来说，这就要么他要分手，那当然就分手；要么这人是一白痴，那更要分手。我说完了。特别好。
听小松老师说话，永远让我耳目一新啊！就是我都不知道他谈了多少场恋爱，琢磨出这个爱与自由加起来100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理论很精彩，就我以后要采用，就是啊。所以我方其实站在这个状态之下，其实是顺着小松老师的话讲，会不会有女生在公用电话里头跟她的男朋友说，我们互相对外宣称我们各自 available 吧，不会用这么怪异的句子，可是他们大概会说，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对象。我觉得这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回应对方的一个，我依然眷恋这段关系，可是既然你提出了，那么我接受。所以我方立场只是说接受而已，我方并不是说你必胜，你没有必胜哦，你接受之后可能会赢，可能会输。可是我们觉得，如果你要这个爱的话，对方这样讲了，那你说我接受，就如此而已了。然后我讲一件事情，就是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其实是有为各位网友设定所谓的交友状态，有的人会说稳定交友啊，有的人说目前单身，然后有一个选择叫做一言难尽。那你会是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中文4个字一言难尽。对。所以每一次我看着那些标榜自己一言难尽的人的时候，我心中都充满了好奇跟忧伤，就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明明照片里面放的都有伴侣嘛，你干嘛一言难尽啊？那我如果再多试一点，点到他的伴侣那边去看，也写一言难尽，那我就知道这2个人正在互相对外宣称 available。那所以这是世界上通用的规则，已经这样子，就是你可以宣称一言难尽，然后怎么个一言难尽法，我们再进一步去了解。那另外一个忧伤的一言难尽，可能就是我是有伴侣，可是我们可能已经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了。那我们现在死撑着，可是一言难尽，我也不要把话说破。所以爱情中这个暧昧的状态是存在的。我们奇葩说之前2季也讨论过，可不可以有开放的婚姻关系嘛？我们连婚姻都没有当成是必然牢不可破的状态，所以连结婚的状况下都可以保持开放的状态的可能性的话，小小的异地恋，套用你所说的小小的异地恋，竟然不可以保持开放性，我实在难以理解，所以我方认为是可接受的。好吧，来那个我们要先投票，现场所有观众，红蓝键投票，3、2、1。关注朝阳公园东七门，独家花絮幕后新鲜八卦只在这里。下载有看有聊的爱奇艺 APP， 解放你的奇葩天性吧！登录手机百度搜索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洋洋洒洒任你喷。微博参与奇葩说话题讨论，选出你爱的辩手去大冒险。女神刚开始说的时候，你说的是一巴掌打过去，对不对？这一巴掌现在还打吗？且缓。说明你也被动摇了，是吗？我觉得我的立场和观点对我来说是一直我会自己坚持的，但是我可能对这个辩产生了一个我的误解。你们所谓的刚才讨论的 available 这个词语，其实是一个状态，并不是一个对一个人性的一个特征的描写。所以它跟渣男或者不渣男、渣女或者不渣女是2回事儿。对，就是如果我说的是劈腿，可能就删过去，特别特别明白。我可以劈腿吗？啪！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回归到你自身的，应该问回你自己。你这个人本身在宣称完这件事情，或者对外宣称过这件事情之后，你依然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觉得这个很帅，我觉得这是我要的生活的话，你如果依然是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承担这个结果。所以你觉得那个状态其实是个结果？对，首先要看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和想法。但是我觉得往往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听完这堂课之后的感受。当然，我是自己是不可能接受这一点的，对。就是如果有人跟你提出来呢？马东吗？谢谢，赶快吧。我之所以想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明白小松的那个公式是怎么算的。因为你说爱和自由加在一起是100%。但如果不是100分，或者说它是有2个东西分别加起来是100分的这种状态，你是接受的还是不接受的？我当然接受了。我上来就说我接受有爱有自由，除非那是100分的爱，那就没有自由了嘛，0了嘛，但是我不接受你跟我明着说出来，我不接受的是这个。
因为你怎么知道我心里头是多少？你心里头是多少？咱俩是不一样。可是你不觉着明着说出来更好吗？对，我觉得明着在什么？你要跟一个不明着说出来的人要谈恋爱谈那么久，相处那么久，你不觉得很可怕吗？不，我觉得大家自己有默契，比如说慢慢就疏远喽，或者是电话你是喜欢越来越少这种方式啊？电话就越来越少了。他不是，我跟你讲，他真的不是，或者就所以我才想问他这个事儿。我以前跟人分手的时候，我还真没说过分手，我就是这么说的。哦，你怎么说的？就是咱俩各自都试一试，各自看一看。但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分手，那意思就是那我们先分手。那也许我们还约过什么10年以后三环路边这棵树下，什么那我的个天哪！如果那个时候还那什么对方树还在，当然那时候我太年轻了，我还答应了，我说好。这个你还记得这个江湖约会吗？我记得呀，10年以后有一天，我突然在三环路上开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这件事儿，我说哟，这不就是10年了吗？就即使想到这儿重逢，这儿已经变成了黄磊跟他老婆捧着一个方便面的一个广告牌了。我想知道你接着干了什么，跑到一个路灯的没有，下面。我就开过去了。我就对自己说，人生如梦。就这样开过去了。对，汉勇哥生活当中会是什么样？我对这题很有感触，因为我刚刚没有讲一件事情，就是异地迷人在什么地方？就是你会碰到很多你原来没料到的人，这是你去异地的时候可能会有的快乐跟大开眼界，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你原来的地方那种追求你的方式。你不管是去了意大利、去了法国、去了美国这几个地方，追你的人的用的风格、措辞、迷人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你说你好不容易跑去异地了，然后拒绝所有在异地发生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太浪费你。那你干嘛去异地？你去楼下就算了。所以我一直说我同意，只是说咱俩不用这么挑明了说，这么挑明了说就分手呗，是吧？就我们奇葩说经常会讨论爱情问题、感情问题。有人说你们烦不烦？你们有点别的事儿没有？我们没有。因为在所有的这些话题里面，你的人生状态都在里头了，而关键是不光没有别的事儿，还没有正确答案。就即便你聊成这样了，他也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对不对？所以得使劲聊，喝一杯雅哈咖啡，快聊天儿。同时要使用快的让你飞起来的 vivo 手机，还有就是废话就像头皮屑，消费它就用海飞丝。谢谢3位赞助商，谢谢。来，我们看结果。所以正方获胜，由国际扛饿大品牌伊利古力多燕麦牛奶提供的国际扛饿基金来咎由自取，咎由自取。马薇薇1万元，获胜者黄浩平1万元，潇潇1万元，以及正方获胜7万元集体奖金，谢谢古力多。哇。